歡迎收睇《保誠保險特約成就港生活特輯》。2025年受惠利好樓市政策、減息同埋股市向好等嘅因素，本港樓市氣氛明顯回暖啦。尤其係一手市場表現亮眼。自舊年2月起，每個月嘅成交量都維持喺1000宗以上。市場上更加有多次有新盤做到首輪即日沽清。氣氛好，發展商都自然唔怠慢。就算去到年底都仲未收爐，繼續積極推盤、開價賣樓。綜合一手銷售網同埋市場資訊，截至12月31號，舊年全年一手成交量錄得近20200宗，唔單止創2013年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之後嘅新高，更加係自2004年之後，即係近21年嚟首次突破2萬宗嘅水平。市場普遍預計今年一手成交量好大機會繼續突破2萬宗，成為一手例實施之後第一次連續2年超越2萬宗嘅水平。隨住銷情理想，造就新盤庫存量回落，加上息口等嘅其他因素，相信今年發展商都未必會再以低價或者蝕讓價清貨，將會進一步求價。綜合各大發展商、地政總署同埋市場嘅資料同埋數據，2026年預計有至少56個嘅新盤有望登場，供應大概3萬伙。今集咪就會同大家去到今年4個供應重鎮，介紹部分焦點新盤。睇完之後咧，大家都可以下面留言講下睇法，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而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港島區向來一手供應量唔多，但係需求就有增無減。舊年有多個嘅港島盤熱賣，甚至開售唔夠1年就全盤沽清。好似北角皇都同埋西半山嘅 The MVP 等等。嚟到今年，港島區預料將會有大概14個嘅新盤，涉及大約2000幾伙嘅潛在供應。其中雲安旗下鴨脷洲平蘭街9號項目喺舊年聖誕節前夕已經命名，並且預告最快喺今個月開售，好大機會成為今年港島區第一個登場嘅全新盤。項目名為 Proctor， 由舊樓並購重建而成，預計喺2027年3月落成，將會提供174伙，標準戶涵蓋開放式至到2房戶型，以1房為主打，另設連平台同埋複式連天台特色戶。港島區舊年因為黃竹坑港島南岸項目增加咗唔少新供應，今年繼續由佢哋撐起，包括最後一期第6期。呢一期位於車站上蓋嘅東北面，旁邊係 Blue Coast 同埋奧神，將會由2棟樓高31層高，設有3座基座嘅分層大廈組成，合共提供大概617個嘅單位。市場消息就話會分2期推售，都已經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㗎啦。預計關鍵日期分別係出年嘅5月底同埋11月底。發展商會德豐就計劃喺今年第一季先行推出 A 期，涉及463伙，涵蓋1房至到4房戶型，就面積由大概300幾尺至到1500尺。當中2、3房佔大概60%，部分中高層單位可以望到深水灣一帶嘅南區海景。其實今次係會德豐首度進駐港島南岸，地皮喺2021年招標，雖然就屬於最後一期，但係據市場消息指，以佢嘅補地價金額近49億5千萬，可見總樓面超過50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只係9800幾蚊，屬於港島南岸入邊第3低。計入補地價金額之後，市場對項目估值大概係80億6千萬至到95億7千萬，每尺樓面地價大概16000蚊至到19000蚊。當時有測量師就預計項目落成後嘅實用尺價喺大概28000蚊嘅水平。睇返港島南岸對上一個項目係舊年6月公佈首批嘅奧神，當時折實平均尺價就係近21000蚊，平住港島南岸歷嚟新盤首張價單。不過嗰一批就係以景觀唔及大單位開揚嘅2房單位為主，所以有助壓低尺價。參考屋苑近期嘅一手成交，2房尺價大概24000幾蚊至到28000幾蚊，而3房就係大概25000幾蚊至到28000幾蚊不等。隨住市況好轉，加上屬於成個港島南岸壓軸一期，哪怕景觀未必係咁多期數入邊最好，亦都相信發展商有條件進取啲開價。
講到鐵路盤，冇理由唔講埋將軍澳日出康城。經過20年嘅發展，終於迎嚟最後嘅第13期。項目位於港鐵康城站嘅西北面，喺馬尼布同埋司徒街之間，面向將軍澳海灣，並連接商場。由信捷、嘉華、嘉里同埋招商局置地合作發展，將會有4棟樓高58層、連康體設施嘅住宅大廈，同埋1棟1層高嘅會所，合共提供2550房，係自2005年第2期領都之後，大概16年以嚟規模最大嘅一期。預計關鍵日期係出年嘅3月底。其實項目早喺前年已經分2期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㗎啦，各佔1200幾房，應該都會喺今年分階段應市。信智就曾經透露，項目將會涵蓋1房至到4房戶型，並且以2房為主打。睇返資料，13期喺2020年推出招標。雖然補地價金額超過55億，而可見總樓面面積超過154萬尺嚟去計，位上嚟每尺補地價高見3600蚊，創下區內新高。而入標發展商又需以價高者得嘅一口價嚟去決勝負，入場費最少5億，而且分紅比例最少1成半。但仍然吸引到9家財團入標，相信都同係日出康城最後一期，又屬於單邊全海景項目有關。加上區內發展日趨成熟完善，所以當時有測量師就預計項目落成之後，實用尺價會喺16000蚊以上，甚至18000蚊至到2萬蚊嘅水平。發展商獲批預售樓花之後，遲遲都未有推售項目，好大可能都同市況有關。畢竟都係喺樓市高峰期嘅時候投得呢一幅地皮啊。隨住市況回暖，睇返第12期會德豐 Seasons 系列，近期一手成交尺價回升去到大概15000蚊至到16000蚊。加上項目自身嘅臨海優勢，日出康城嘅2手成交又喺舊年清冠，相信發展商定價都有好大機會進取啲。事實上，今年新界區將會頂替九龍區，成為供應重鎮。估計年內至少有大概18個嘅新盤登場，涉及超過14000房，佔全年總供應量近一半。其中新地旗下位於西貢西沙嘅 Sierra C 2A 期就好大機會成為今年第一個進行首輪銷售嘅大型新盤。項目喺舊年年底開價，首批148房，折實平均尺價係大概10900幾蚊。雖然發展商早前就話到樓市氣氛好轉，有上升嘅動力，呢一期將會有加價嘅空間。但係見到最終呢一批比起舊年4月 Sierra C 1A 期登場嘅時候，首張價單折實均尺只係高大概5%，可見發展商嘅取態都依然審慎啦。不過講到呢一區嘅焦點區域，就非本港近年重點發展北部都會區所覆蓋嘅元朗區同埋北區莫屬啦。元朗、粉嶺、上水新市鎮以及古洞北同埋粉嶺北新發展區都會有多個嘅新盤登場。其中新地旗下嘅元朗東成里1期項目已經供應大概1500房。至於早喺2024年底已經獲批預售樓花同埋上咗樓書，但係就一直按兵不動。位於粉錦公路毗鄰粉嶺高爾夫球會嘅永泰雲向，隨住北部都會區嘅交通骨幹北環線主線喺舊年正式開展工程，樓市氣氛又持續改善等等，發展商都終於部署出擊。最新預告喺今年2月新春前後開盤。雲向只有一座，樓高34層，提供765房，戶型涵蓋開放式至到3房，實用面積介乎196尺至到868尺。當中以1房為主打，佔咗全盤大概58%。預計關鍵日期係出年嘅3月底，樓花期大概13個月。雲向嘅景觀普遍都幾開揚㗎，向南嘅單位主要望高爾夫球場嘅翠綠景緻同埋深圳嘅市景。至於向北嘅單位就暫時以上水市景為主。不過作為單堂盤，能夠提供到超過700房，一層嘅單位密度自然唔低。根據平面圖，項目嘅標準樓層一層就有25房，所以中間都以防煙門嚟去劃分左右兩翼，令到每邊減輕去到各佔12房或者13房，並且分別共用3部嘅電梯。發展商就話，項目嘅定價將會參考大圍同埋沙田等區嘅新盤。睇返同係同萬科香港合作嘅沙田顯和里 Uni Residence， 近期一手貨尾嘅成交尺價就係大概15000幾蚊至到17000幾蚊不等。
大型啲嘅屋苑，好似大圍柏傲莊系列同埋火炭星海提岸等嘅半新盤，近期一手貨尾嘅成交尺價就喺大概2萬蚊水平上落。咁至於喺雲向附近入伙大概6年嘅高爾夫御苑，近期一手貨尾嘅成交尺價就介乎喺11000幾蚊至到12000幾蚊。永泰地產喺2021年6月以超過26億投得雲向呢一幅地皮，以可建總樓面大概28萬幾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大概係9200幾蚊。唔單止大幅高於市場估值，更加創下咗當時新界東北住宅地尺價嘅紀錄。其後永泰地產就引入咗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家族同埋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家族成員合作發展項目。其實喺2021年，政府都接連批出咗鄰近未來港鐵古洞站嘅住宅地，連同發展商補地價，短期之內就有至少3個嘅新盤可望登場，涉及大概2100伙，形成咗一個全新嘅社區。其中會德豐旗下嘅香子路23號1期同埋2期項目，已經獲批預售樓花㗎喇，預料將會成為區內首個登場嘅樓花新盤。見到項目正正就喺古洞站嘅附近，粗略估計相距大概10幾分鐘嘅步程。將會興建2棟樓高27層嘅分層住宅，另設3層嘅基座商場同埋2層嘅地庫，合共提供781伙。預計2期嘅落成日期將會分別係出年嘅9月底同埋12月底。睇返喺東鐵線落馬洲站同埋上水站之間嘅古洞站，喺舊年11月已經平頂，目標喺2027年完工。預計項目到時入伙亦都可以配合到通車。但係連接北環線主線就需要啲時間啦。最遲喺2034年同支線同步開通。所以居民入伙之後都仍然有機會受到工程噪音同埋沙塵等嘅影響。呢一點都需要留意。會德豐就計劃喺今年第2季推出項目嘅第1期，涉及457伙，會以1房同埋2房戶型為主。又喺明報嘅專訪入邊透露，預料客源主要係年輕專才，又或者係從事創科產業嘅人士。所以喺屋苑同埋單位嘅設計同埋管理上面，都會加入智能科技元素，同埋有專門為低空經濟、無人駕駛而設嘅設施。翻查資料，會德豐係喺2021年7月以超過41億投得呢一幅地皮，以最高可建樓面面積超過49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高見近8500蚊，比當時市場最高估值上限8000蚊高出超過6%。不過呢一幅就唔係古洞北新發展區第一幅推出嘅住宅官地嚟㗎，喺旁邊嘅另一幅規模比較大嘅第25區住宅地，即係香子路29號先係。由古洞一帶大地主之一嘅新地，喺2021年4月以超過86億投得，以最高可建樓面近120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就達到7100幾蚊，比市場最高估值每尺樓面地價5000蚊高出超過40%，都帶動到毗鄰以至係新界北整體地皮嘅價值進一步向上。翻查資料，新地呢一個項目預料由6棟商住大廈組成，連住戶嘅康樂設施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發展商早前已經就第1期大概642伙入紙申請預售樓花，並且計劃喺今年嘅下半年推出。呢一期預計關鍵日期就係2028年嘅8月底。喺新地同埋會德豐地皮中間，仲有一幅地皮，係恆地透過換地取得，2018年完成補地價手續，涉資大概12億3500萬，以可建總樓面近34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補價係3600幾蚊。有關項目將會興建一棟30層高、連住客休憩設施嘅商住大樓，總共提供682伙，同樣都喺度等緊批出預售。不過佢預計落成嘅日期就早啲，喺今年嘅9月底，意味住如果發展商按時入伙，古洞站都仲未落成，住客或者需要依靠其他交通工具出入一段時間。長遠嚟睇，呢3個項目都係好鄰近未來嘅古洞站，佔盡交通優勢。加上古洞北、粉嶺北屬於北部都會區4大區域入邊嘅口岸商貿及產業區，有一定嘅潛力。所以曾經有測量師就預料發展商嘅出價會相對進取。部分項目喺落成之後，尺價或者會達到18000蚊或者以上。但係始終古洞北係一個新發展區，全新嘅社區。就算各個項目嘅基座設商鋪、周邊社區同埋購物配套都需時興建，居民需要成為開荒牛。
發展商或者有機會以傾向貼市或者稍為高少少嘅定價嚟吸客，咁大家就請拭目以待啦。咁轉睇下九龍區，咁雖然今年估計有大概20幾個嘅樓盤登場，比起新界區多，咁但係只係供應大約至少1萬伙，佔全年總供應量大概4/3。咁過去幾年提及市區嘅供應重鎮，都一定離唔開啟德㗎啦。咁嚟緊呢一年，除咗啟德之外，咁土瓜灣都會係另一個嘅焦點區域。咁多個由市建局收購舊樓嘅重建項目將會陸續推出。咁市建局自2016年起採用小區發展模式處理土瓜灣舊區更新，將區內8個毗鄰位於土瓜灣道、銀漢街、榮光街、比利街等路段嘅重建項目，透過系統性規劃、重整土地用途以及首次引入總體設計要求等，構建成全港首個小區重建新社區。咁經過多年嘅發展，呢個小社區終於有住宅項目獲批預售樓花啦。咁就係嚟自恆地牽頭發展嘅比利街1號。成個項目涉及大概1300伙，咁率先獲批預售嘅係第1期同埋第3期，分別佔360伙同埋288伙，合共提供648伙。咁兩期預計嘅關鍵日期都係出年嘅8月底。咁發展商就部署喺今年上半年推售。咁成個項目將會由3棟樓高24層，設有3層平台同埋3層地庫嘅商住大廈組成。根據市場傳出嘅招標條款，每伙單位面積規定唔可以少於300尺，而半數面積就需要介乎喺300尺至到480尺。呢個項目係市建局繼2014年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之後，大約11年嚟最大規模嘅市區重建項目。恆地喺2021年9月以超過81億獨資奪得發展權，咁第二年2月再引入帝國集團同埋希慎共同發展。以可見總樓面超過71萬尺嚟去計，每尺樓面地價就大概11400幾蚊，接近市場估值下限。不過嗰個樓面地價就仲未計及分紅因素嘅。但係根據當年希慎嘅公告，成個項目連同地價同埋建築費等，預計所需總成本就係大概121億幾。換言之，每尺樓面成本價就係大概16900幾蚊。當年有測量師就預計項目落成之後，每尺售價或者由25000蚊起。不過我哋認為，始終鄰近仲有幾個嘅項目，而作為第一個推出嘅樓盤，定價同埋銷情都會對之後其他項目有一定嘅指導作用。事實上呢度仲有3個嘅市建局項目係等緊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㗎，包括長實鴻福街、啟明街同埋榮光街4合1重建項目入邊嘅啟明街28號，有474伙；嘉利嘅銀漢街8號第1期項目大概410伙，以及順治同招商局置地合作嘅榮光街88號項目，亦都有458個嘅單位，全部都預計喺2028年落成。換言之，如果呢3個項目都能夠獲批，呢個小社區喺今年就將至少提供1990伙。所以估計有望喺第一個登場嘅比利街1號項目，佢首批嘅定價或者會比較吸引，以搶佔市場嘅購買力。最後我哋睇埋離島區啦，今年將會供應大概2320伙。主要嚟自港鐵東涌牽引配電站物業發展項目，佢係位於文東路同埋喜東街交界，亦即係影灣園嘅對面，係區內近10年嚟規模最大嘅住宅項目。將會提供大概2000個嘅單位，分3期銷售，主打1房同埋2房單位。發展商就預計喺今年下半年推售第1期。另外剩低嘅300幾伙就嚟自香港興業同中信股份旗下中信泰富地產合作發展大嶼山愉景灣全新住宅項目意圖嘅首期第19 1期項目。佢位處愉景灣嘅北部，鄰近議題，將會涵蓋1房至到4房戶型。項目已經攞到預售樓花同意書同埋入伙紙㗎啦，有機會喺今年第1季推售。今集就去咗幾個嘅焦點地區睇一啲新盤，唔知道大家對邊一個有興趣呢？都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我哋下集見。